听闻这话，田中浩一连忙问道：那他要是一时间还拿不定主意，我需要等他多久呢？售楼小姐解释道：正常情况下，交付意向金之后有24小时内的优先购买权，超出24小时之后，如果还没有补齐尾款的话，那么就将视为放弃。24小时，田中浩一有些郁闷地说道：24小时也太久了吧，我今天就得买。这个售楼小姐一时间也有些为难，便开口道：先生，我们这套户型并不是仅剩下那一套，那栋楼我们还有8套房子没有出售，户型都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楼层和位置不太一样，但只要是6层往上都能看到江景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。您要是喜欢高层的话，我们这里也有次顶层的好房，就在刚才那套顶层的下面，而且不瞒您说，次顶层的价格要比顶层贵一些，也是我们整个楼层里最贵的。顶层的保温隔热自然比不上其他楼层，所以夏天会更热一些，冬天也会更冷一些，再加上顶层有漏水的风险，所以您不如选择其他楼层。田中浩一摇头说道：我们家小姐素来喜欢安静，她想要的是别墅，只是这些天我没有看到合适的，你们这里也已经售罄了，所以我就比较倾向于您那套顶层，毕竟不会受到楼上的噪音干扰。这样啊，售楼小姐思忖片刻之后开口道：这样吧，先生，您先稍等片刻，那位小姐马上要去看房，如果她看完房回来还不能确定的话，我就跟主管那边施压，看看能不能缩短她的考虑时间。如果您今天能付全款的话，对方要是迟不定下来，实在不行，我问问主管能不能承担一个违约金的费用，我们这个违约金也不高，就是意向金的10万块钱而已。田中浩一不假思索地说道：那就别麻烦了，直接卖给我吧，这个违约金我来出，而且我出双倍，一定让那位小姐满意。售楼小姐惊了惊，心里更是纳闷，今天这些后来的2个都是什么神仙客户啊，一个不看房子就要订，另一个也是没看房，不但要订，甚至还愿意替前面那位出违约金。卖了这么多年房子，也没见到这么爽快的客户，这次竟然一来就来了2个。想到这里，他又对田中浩一说道：先生，是这样，如果那位小姐看完房之后立刻便决定买的话，我们是肯定不能主动违约的，那样的话传出去对我们的名声也不好，只有说这位女士迟不能下决定的时候，我们再让您取代她的名额，这样于情于理也算是能说得过去一些。万一这件事情传出去被人知道了，多数人也能够理解我们，可是要说让我们连几10分钟看房的时间都不愿意给那位小姐，就直接要把人家踢出去，这要是传出去我们会挨骂的，而且很可能会被主管部门处罚的，所以还请您稍等一下，怎么都要等到那位女士看完房之后再说。田中浩一见对方态度坚持，也不便再继续多说，于是便点了点头，开口道：那我就在这里等了。说这话的时候，田中浩一的心里也有些没底，他也不确定里面那位顾客在看完房之后到底会不会立刻拍板购买。如果对方犹豫的话，自己稍微还有些机会，但如果对方毫无犹豫的就要补齐尾款，自己岂不就没有任何希望了？可是眼下他也没什么好办法，便也只能等着看看。售楼小姐这时候恭敬地说道：先生，请您移步休息室先休息一下。刚说完，贵宾室的房门便打开了，付了意向金，简单签了意向协议的刘曼琼、雨贤姐以及那位销售主管一起走了出来。销售主管见到接待田中浩一的那位女销售，便开口道：甜甜，你让礼宾部准备一下车辆，我要带着2位贵宾去1号楼看房。女销售轻轻点了点头，看了看田中浩一，想跟自己的主管说一说，但一想到刘曼琼就在跟前，于是便将话又吞了回去。他前脚刚准备去给礼宾部打电话，田中浩一看到刘曼琼主动迎了上来，
开口道：“小姐您好，请问您是有意向购买那套顶层的平层户型吗？”刘曼琼有些诧异又警惕地看着对方，皱眉问道：“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吗？”田中浩一连忙解释道：“是这样的，小姐，我也很想购买您看中的那套房子，而且不瞒您说，我这边还挺紧急的。如果您愿意把这套房子让给我的话，我愿意支付您100万转让金。”田中浩一的话一出，不只是刘曼琼，就连一旁的贤姐以及那位销售主管都愣住了。他们3人进去交易向金签字，一共也就不过几分钟，甚至还不足10分钟的时间。没想到这时又杀出一个人，要购买同一套房子。对方的购买意向竟然强烈到愿意直接支付给刘曼琼100万转让金。贤姐心里吃惊的同时，也在暗暗后怕，自己刚才也犯了跟那个销售主管一样的错误，都觉得这件事情基本不会有什么变数，就算是看完房确定一切没有问题之后再来付款，也不会有任何风险。这就是所谓的经验主义，总觉得以自己的经验来看，这样的豪宅每天能有1-2个人过来看房就已经烧高香了，而且就算是有几十个人看过房子，这其中也不会有超过2-3个人真正动了购买的意愿。而动了购买意愿的人里，真正能够拿出钱来买下这套房子的人，可能连1/10都没有。所以就是这样渺茫的概率，以至于这样的房子一般来说没几个月根本就卖不出去。恰好刘曼琼在这个时候出现，他便是那几个月才会出现的唯一一个成交型客户。从概率模型的角度来说，既然已经出了一个，那要想再出下一个至少又得等上几个月。所以这套房子在他们看来也根本就不可能在几10分钟之内就忽然卖掉了。可是万万没想到，打脸来的竟然如此之快，几分钟之后就有人要买这套房子。也幸亏刘曼琼性格谨慎，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，所以才主动要求先交意向金。若不是这样的话，恐怕等他们看完房子回来，正想把这套房子买下来的时候，才发现这套房子已经卖出去了。到那个时候，再捶胸顿足也已经晚了。此时的刘曼琼皱眉看着田中浩一，果断地说道：“意思这位先生，这房子我不准备转手。”田中浩一听到这话，心就已经凉了半截，但不甘心的他又继续追问一句：“小姐，您是已经决定要买这套房子了吗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还有哪怕1的不确定，那您不如先把这套房子让给我，然后您再拿着100万转让金去看看其他的楼盘，说不定能遇到更喜欢的。”刘曼琼态度坚定地摇了摇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已经确定了，稍后就过来签合同，您再看看其他的吧。”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